2024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半了。说到上半年在键盘界最热门的键盘，我想非 Reigning 75与75莫属。这个现象不只是在中国跟台湾，甚至全世界呢都是一个风响长期缺货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本人呢也做了3期关于它的影片，但是这个情况可能就只有到今天了。号称与75的最强竞争对手 Bride 75乔75，如今终于到我手里了，就先让我们来进入开箱的桥段吧。嗨，各位好，我是Joe乔，欢迎大家收看这部影片。现在在我面前的这2把键盘就是来自 Shortcut Studio 的 Bride 75乔75，或是也可以叫Joe 75。说到这次入手键盘的过程呢，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当时的判断是觉得这把键盘还是比不上与75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没有去抢首发。但是后来呢，这把键盘一下就卖光了。不过幸运的是，刚好有一个观众注意到我的情形，就主动联系我说要借我这把键盘，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这位 PTT 网友的提供，让我可以入手这把高配的乔75。表面呢是这种带闪粉的喷涂工艺，然后在这把键盘到手之前呢，刚好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试出这把低配的，但是它是以单套件的形式出售的，所以为了能够与75的对比，所以上面的这个轴体呢是与75拆机的雪墨轴以及同款键帽，所以这把键盘可以叫做与乔75。Anyways， 首先就让我先来介绍这把键盘的外观吧。其实初上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把键盘长得跟与75真的太像了，包装盒的形状以及内部泡棉以及配件的配置，看起来就像同一个工厂所制造的。然后键盘的本体呢也是这种比较朴素的设计，是一个相当标准的75% 非紧凑布局的配列。那 F 区是所谓的对称布局，然后方向键是没有下沉的，并且在左边有一个小门牙。然后键盘前方呢有着稍微大的倒角，然后侧面呢就可以看到这种上盖包覆底壳的状态。然后背面呢是这个中间 Type C 的出口，然后底部呢就是这个防滑脚垫以及这个不锈钢的拉丝配重。高配版呢比低配版多了这个 PVD 的装饰条，所以这把乔75呢除了在配列上有所不同之外，大致上的设计呢跟与75看起来就是师出同门，来自同一个家庭。重量呢比起与75稍微轻了一点，在氧化表面处理上，我觉得是稍微好于与75的。然后高配版的闪粉喷涂，虽然摸起来是有那种粗糙的颗粒感，但是跟与75的电泳比起来，它的观感跟质感又稍微细致了一点。所以逛完外观之后呢，就让我们听看这键盘打击，让我们来进入下一个桥段吧。好，听完打声音之后，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声音怎么样呢？在很多键盘评测里面，他们都说这把乔75的声音有点脆，有点散。其实我刚到手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跟与75比起来有着明显的差距。但是我后来发现，这差距主要是由轴体所造成的。这个乔75呢，全系列搭配也是公主轴 V2，是一个比较平价的轴体。所以之后呢，我就把这把键盘上的公主轴 V2又再重新润滑过一遍了。所以就让我们来插播一下这把键盘润轴后打字音吧。润完轴之后的这个打击呢，我个人觉得真的非常的优秀，完完全全就是客制化键盘的声音呢。虽然声音听起来没有与75那样的闷实响亮，但是我觉得这把乔75的声音更加的细腻温润，听起来比较有颗粒感，穿透力更加的强。用一个比较直白的比喻来说，与75呢就像一个男人的声音，非常低沉浑厚。知道这把乔75呢声音就比较女性，声音呢是比较属于那种中频的表现。而且这把键盘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来自于它快拆的结构，它使用结构呢是这种所谓的上下盖碰珠的设计，在过往的键盘里面拆装呢都要动到螺丝起子，都非常耗时耗力，但这把键盘的拆装呢只要3秒钟。虽然说这并不是什么太重大的创新，不过呢，在量产键盘界可说是非常的稀有。对于时常要更换键帽以及改装键盘的玩家而言，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说了这么多我对这把键盘的喜爱，不过呢，这把键盘的问题其实也真的不少。除了搭配轴体比较普通之外，键盘上盖倒角的设计也有明显的问题。它在上盖两侧地方摸起来非常的尖锐，虽然它并不会割伤你的手，但是你平常放在键盘上面的时候呢，会有明显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是这个喷涂的版本，这个呢真的就是设计上的败笔，并且呢，这把键盘的前
前高虽然相当的低，不到20毫米，但是它的后面的高度其实也不太高，代表这把键盘的倾斜角度其实是不太够的，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要搭配手托来使用。最后呢，我也要小小抱怨一下这把键盘的设计，背面呢这不锈钢的拉丝配这种在低配的阳极版本看起来呢真的蛮协调的，不过呢搭配这个喷涂的版本看起来就有点突兀，正面呢是这种比较可爱女性化的设计，但背面看起来就有点阳刚，所以我觉得乔75背面的设计呢是比不上与75的。不过呢，除了这几点之外呢，我对这把键盘还是相当的喜爱。好，看完键盘的外部以及打字印之后呢，就我们来进行这把键盘的拆解，看这把键盘内部的构造是怎么样，是不是它的内在也跟外在一样的优秀。过往的键盘拆解呢，我都会用缩时带过，对，因为就要把螺丝卸下来比较耗时间。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快拆结构就可以进行1秒拆键盘。是不是很方便呢？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要换轴换睫毛，就是想要到手即用的话，这个快拆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鸡肋。也就是这个碰珠快拆的结构，真的非常方便。拆解力道也是刚好，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并不会在你拿取键盘的时候意外脱落。好，看一下这上盖这个 CNC 氧气氧化的质感做工相当不错，外部摸起来非常顺滑，内部呢也没有偷工减料的瑕疵。好，我们看一下键盘底壳，底部呢是这个 EPDM 的底面，基本上跟与75是一模一样，有这 PET 的底垫，防止 PCB 跟底部产生短路。由于我这是低配版，只有1颗电池，是4000毫安的锂电池，然后呢右边呢用这个金属配重去代替，为了让键盘左右重量是一样的，维持键盘的平衡。底部呢就是这种型材的加工，厚度的话感觉比与75稍微薄了一点，所以整体的重量稍微轻一些。然后为了能让快拆的时候不要让底壳造成这种磨损，有这橡胶脚垫放在四周，可以说是当下非常成熟的碰珠快拆设计。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内胆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这单键开槽 PCB， 然后是低配，所以是无光的版本。然后这边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把键盘的设计上的一个蛮大的缺失，就是它的模式切换开关居然是放在这边的，代表说你要开启这电源开关的话，必须把这上盖拿下来。虽然说有这快拆的结构，但是呢，由于这开关真的非常的浅，所以呢，你在实际上使用的时候还必须拿工具去开关它，真的极度的不方便。不过这 PCB 看起来的品质做工都相当的不错，然后 Gasket 结构垫片也是在 PCB 上，这个橡胶还蛮软的，所以呈现出来的手感是相当软弹的，打起字来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然后这内部的填充就是现在标准操作了 IXP 的轴下垫，由于这是无光的版本，所以它也不需要 PET 的生油膜。这个 Poron 的夹心棉摸起来有点像是日本进口的井上，品质非常好。好，接下来就是这个 PC 的定位板以及这个公主轴同款的卫星轴。调教非常的优秀，完全没有任何杂音。然后上面的轴呢，就是我从与75拆递下来的雪墨轴，配上这把乔75的话，好像声音就稍微差了一点。由于这个方便的快拆结构，拆解这把键盘真的非常的快速，从里到外看起来就是一把优秀的客制化键盘，也难怪会有这个不输与75的声音手感表现。好，欣赏完内部之后呢，就让我们把快速组装回去吧 ，Go Go！刚才看了一下，我把键盘组回去，大概只花了2分半钟的时间。这种快拆结构对我这种常会换轴换键毛改装键盘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所以这把来自 Shortcut Studio 的 Bridge 75呢，或许可以说是与75它妹，因为设计上真的蛮多相似的地方。虽然说呈现出来的声音手感有风格上的不同，都是好听的，并且各有各的特色。乔75表面的处理做工非常的好，阳极氧化摸起来非常丝滑，非常舒服。喷涂的版本摸起来非常温润，散粉的添加看起来真的非常的高级，然后手感的软弹带来非常舒服的打字体验。不过呢，缺点呢也是非常显而易见，侧边的倒角呢摸起来真的非常刺手，有点像是那种带刺的玫瑰。然后呢，这个设计非常失败的电源开关，不用工具的话，完全是无法徒手开关的。然后搭配的公主轴表现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不过呢，整体上看下来，我对这把键盘还是非常的钟爱的。特别是它这种配列呢 ，F 区是这种左右对称的，让我这强迫症感到非常的开心。不得不说，这把键盘的表现真的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我原本对这把键盘的评价是不如与75的。但是我现在在这边可以这么说，这把乔75呢是与75最强的竞争对手，我对它的评价甚至更胜一筹。真的是非常感谢网友出借这把键盘给我，所以这把旧乔75跟大家分享，个人也是非常推荐，非常喜爱。好，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如果你对这把乔75有问题、有想法的话，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我是乔，就是我，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